有请主持人赵传。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来自松树 AI 1对1的董事长厉浩洋厉老师，欢迎厉总；心理咨询师张瑞歌张老师，欢迎张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严老师；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看。你对我的要求真的太多了，我理解不了你所谓的浪漫。生活不是偶像剧，我们不可能一直活在幻想中。我只是想让你对我好一点，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吼我。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你那么浪漫体贴，为什么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你每天逼着我学诗词，我真的不喜欢。难道只有什么事儿都听你的才算是好男人吗？我理想的爱情就是有人问我粥可温，有人陪我立黄昏，把日子过成诗，难道不好吗？你现在这样，真的让我们的爱情看不到希望。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小吴24岁，来自四川，家居器械；小廖22岁，来自四川待业。有请小廖，有请。主持人好。这是你的女友是吧？啊，对，是一汉服的爱好者是吧？对，我就喜欢这么仙气的服装，因为我男朋友也，当时也特别喜欢我，就是穿汉服的时候。哦，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是他穿汉服。我们两个相识的就是特别像偶像剧的场景，因为当时我就穿这一身服装，然后去卖酥饼，然后那个时候他在旁边买水果，看他长得挺帅的，然后我就想拿着手机拍一段视频，然后结果他买完了水果就找我来买酥饼，那个时候就通过商家信息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们在微信上呢也聊得特别开心。第二天晚上他就过来找我了，他就说他在学校迷路了，让我去接他。然后他就在那个操场上就摆了99个心形的苹果，就站在了那个中间，然后手捧了一束鲜花。我走近的时候，他就一直说你做我女朋友嘛，我都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直接说你默认就当成我女朋友了。哦，那是要感谢这身汉服是吧？还是要感谢那99个苹果啊？但是年轻人这个挺好，浪漫嘛，在这个阶段。怎么了？后来怎么了？就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很浪漫嘛，相识了1个月过后，就会觉得他对我越来越不上心。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用一句诗句来形容，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前1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圆满大结局了，后面的话就算狗尾续貂了。我觉得我一说话他就开始不耐烦，开始凶我，要怼我。啊，怎么回事你？我觉得他对于爱情的向往太过于幻想了，要求太多了啊！他要求什么呀？要求我每天早上起床给他发消息，中午得给他发消息，只要有时间就得给他发消息。啊，要求也不高吗？我就想让我们感情走近一点，因为我们刚开始本来就不了解，你是属于一见钟情的，我就想给我们之间多制造一点浪漫，这样不好吗？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吧？我们都属于成年人了。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啊？有差不多1年了。哦，日子不短了啊！我就想通过这些小事情看一下对我是不是真心的。那您给我们讲讲小事情，我们帮您看看。啊，就因为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去游乐园玩嘛，因为他那天休假，我那天刚好要赶论文，没有睡几个小时，就陪他去游乐园玩。他当时都没有注意到我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去坐那个很刺激的过山车，坐完了一下来我就吐了，他还没有关心我，他就开始怼我了，开始当着那么多人面凶我，说我不关心我的身体。但是你不知道主动去发现这些问题吗？我当时都已经脸色苍白。我还不是为了关心你吗？你身体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提前。你这是关心人的态度吗？你不应该拿出点实际行动吗？你不应该给我买瓶水喝吗？实际行动，你那时的实际行动，你把手机扔我这儿，人直接就不见了。我在游乐场找了你整整2、3个小时，那个游乐园的大喇叭也吼了，也找不到人。后来我才知道，你直接就回去了。我不走，我还站在那里等你骂吗？我都已经很不舒服了，我就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是一个女孩子，你为什么就不主动的关心，不主动的说做出实际行动送我回去？你为什么当时那么凶我呢？
难道你就不考虑一下我吗？难道就只应该考虑你们女孩子吗？我在整整找了你差不多3个小时。听懂了，听懂了。女孩不舒服，强坐过山车下来吐了，男生其实应该安慰一下。那你这对呀，他就一直在凶我，我就觉得行，这事儿咱翻篇啊。说下一件啊。就有一次我们逛商场，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只有一辆小蓝车在那里了，结果他就抢在我面前就把那辆小蓝车给扫走了。我一个人大老远就没有找到一辆小蓝车，腿都快走断了，他都不主动礼让我。就一直骑在我面前，还在那里嘚瑟。我们出来玩，我们又不赶时间，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跟我说你要骑，我难道会不给你吗？你不应该学其他男孩子绅士一点吗？本来这些都是男孩子该为女孩子做的事情啊。你不说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傻呀？那肯定都不骑了，拉着手走呗。对呀，他就骑在我面前，还在那得意洋洋。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平时就是这样子。就这样是吧？对。行。接着往下说，姑娘。就我因为就是我工作的原因，我跟他就是合租了。结果合租才发现他的生活习惯完全跟我不一样，真的是昼夜2班倒。白天的时候就睡觉，晚上的时候就蹦迪上网。我一个人担心你好久，知不知道？我都好几天晚上失眠了。一个人在外面，我就怕你被谁欺负了，被哪个小姐姐撩走了。我工作了1个礼拜。我周末的时候我出去玩一下怎么了？再加上我出去的时候我也叫了你啊，你又不去，这怪我吗？那是女孩子该去的地方吗？你想我这么仙气飘飘的一个人，我去蹦迪适合吗？难道你不是人吗？我是人，但是你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我穿着这种衣服，我这么仙气飘飘的一个人，我在蹦迪里面合适吗？我就让他陪我去逛一下公园，喝一下茶，学习爱养生，不好吗？逛公园，你才多少岁啊？那不是老年人过的生活吗？真是的。不是逛公园怎么就？你知不知道修身齐家才能治天下？你一定要学会养生啊，你才能干大事情啊。我心情都不好，我还身体哪里有不好？不，就你们俩这个居然谈了1年，我觉得是一个奇迹啊！就确实有那个跨时空翻越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之所以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当时跟我讲，他说他见我第一面就说感觉我好萌很仙，然后我跟他相处，我觉得他很会居家，很会过日子那种男人。我就是想那种长长久久的，我不想就说耍1、2天就分了的，那没有意思呀。就是你坚持下来了是吧？对啊。你们俩提过分手吗？就提过，就有一次。谁提的？我提的。提分手。有一次他出去蹦迪，我就说让他不要去蹦迪，我说你出去蹦迪的话，咱俩就分手。结果他当时还同意了，你说我生不生气嘛？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同学大老远的从广东过来找我，我难道我作为东道主，我就不应该陪他出去一起玩一下吗？我都已经强调了，你出去蹦迪我就要跟你分手，你呢？你去陪你女同学，难道我就没有你女同学重要吗？你是有女朋友的人哎。我当时也叫你去了，你就不去，这能怪谁？然后你说分手，他说什么？他同意了，他说他就当时就走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你看我同学那么远跑过来，约着一起出去玩，好几年没有见了。女同学？对。那你就把你的汉服脱掉，穿上牛仔裤一起去蹦一下。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蹦迪那里，我觉得不是女孩子待的。而且你知道，我跟他提分手，他还跟我转了1000块钱当分手费。哟，这怎么个意思啊？那天晚上我凶了他嘛，我又出去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就想稍微的安慰一下他嘛。我就直接给他转了1000块钱，然后他就以为是分手费。我都已经给你提分手了，结果你当天晚上还转钱给我，那不是分手费，那是什么？还1000块钱。行，你就当是分手费吧。我觉得你转多了嘛，我觉得你应该转个750给我，留个250给你做纪念。你做的事情真的像个250一样。不吵啊，你当时就转回了250块钱给他，我没有转给他，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用钱来衡量的话就太俗了，我没有收。后来呢？怎么就好了呢？后来还不是他主动哄我，哄了我1个星期嘛，然后我就说，那行吧，我再看看你表现吧。你还好意思说，就因为这点小事哄了你1个星期才哄好？你这些小事都做不好，你还做什么大事情吗？后来呢？后来就是因为我们2个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嘛，我们是四川人，他平时就喜欢吃那些辛辣的，比如说火锅啊、烧烤，我就喜欢吃那些水煮白菜呀，因为我自己就是吃多了那些辛辣的东西会上火。我跟你在一起之后，都没吃过火锅， 1年没吃火锅啊？对。
四川人一年没吃只火锅。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顿火锅就没吃过。我是让你跟我一起学习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古人云：清茶淡饭，可乐终生。我们本来就应该遵循食物本身的味道呀，这都是自然的馈赠啊，这是返璞归真呀。哦，青菜再好吃也没有肉香啊，大哥。那你直接去吃肉得了，你不要跟我抢青菜呀。什么叫他跟你抢青菜？我们做饭的时候，他什么都要吃，而且他吃的比我还要多。我个子这么大，我吃多一点怎么了？又不是吃的你的粮食。你有时候还嫌弃我做的饭难吃，我不就是想让你跟我一样，就是健健康康吗？你说你做的饭清汤寡水的，一点辣椒都没有，有些时候甚至连油都不怎么放，你们哪个男的受得了你？那你自己做呀，你每次就不要让我做啊，结果我做了你还嫌弃我。哦，那你也跟他一起吃火锅呀？我主要是我吃了那些辛辣的东西，我容易上火。你们俩吃不到一起，你们俩能玩到一起吗？玩的方式也不一样，因为他也喜欢蹦迪上网，我就喜欢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啊有古人一般的诗意啊。啊，我自己还写了首诗呢，这首诗叫《夕颜》，是因为我男朋友做的。哦，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宁若沉泥终不悔，为君采得两头喜。若是真情付流水，怎堪岁月折旧人。”因为他对我的感情到后面就慢慢不好。听出来了，反正都是苦啊。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情真的让我罄竹难书是吧？对啊，我就感觉自己像林黛玉一样，感觉自己就是得不到想要的爱情。哎呀，好可怜。你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作为21世纪的青年，我觉得做这些事很正常啊。哎，你能不能不要破坏意境啊？我根本就理解不了他那什么意思，我听都听不懂。不是，那你那个时候你听不懂啊？对，不是你当初为什么追他呢？当初就觉得她穿的一身很仙气吧，我就觉得她应该真的像一个仙女一样，然后脾气也很好，然后就很通情达理。但是我没想到她要求那么多，而且思想那么根深蒂固，根本就改变不了。我觉得，我这样子也是想让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兴趣爱好呀。我让你跟我一起学习国学传统，吟诗作对几首，你非但不听，还觉得我烦。我觉得你整天就活在自己的梦里吧。现在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还全靠我一个人养活你，房租是我交的，米是我买的，完全就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不，这还是要食的，不食就饿死了。他现在就是这种感觉给我的。我找不着的工作用你管吗？我本来就是个独立的个体呀。对。你有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您靠什么生活呢？没工作。对，我也想问你靠什么生活呢？我有时候也会出去做一点兼职呀，因为现在我也在摆地摊卖这些汉服的配饰，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这是我唯一的爱好了。他连我这唯一的爱好都要夺走。我本来找个男朋友就是想为开心一点嘛，我已经谈了，加上他是第3次了，前2个都是性格不合、三观不合，然后后来就分手了嘛。之所以跟他走这么久，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靠得住。我真的向往的爱情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我不想再换男朋友了，我就想找一个三观合的人，性格也合得来。对，您能描述一下您的三观是什么吗？我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然后我自己也喜欢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的身心愉悦。您需要找一个喜欢琴棋书画，能够吟诗作对。与你仙乐飘飘是吧？对，与我仗剑走天涯那种感觉。这，还得仗剑走天涯的啊！就是要保护我的男孩子呀。听明白了，您打算找一什么样的女朋友啊？主要是我觉得脾气得稍微好一点，我就最讨厌那种跟他讲道理根本就讲不了道理的那种人。你喜欢他吗？还？其实他还是挺好的。他穿上牛仔裤，你还喜欢他吗？就感觉你喜欢他穿牛仔裤的样子，还是喜欢他穿汉服的样子？我还是喜欢他穿汉服的样子。那你就得接受他那个穿着汉服端端的样子嘛。那你没办法了，还是想让他改变一点嘛。他也，然后我也尽量改变一点嘛，让他就是该吃的时候该吃一点，该玩的时候该去玩一下。明白了，就是不要那么固执，活得接点地气，是吧？对。好了，一个要仙气，一个要地气，2气能合一吗？各位看你们的了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呢？一个是没头脑，一个是不高兴。你呢，
女朋友让你猜什么，你都那句话，你说呀。女孩子心思你就是要猜的嘛，你不猜你也在该懂的时候得懂。她都已经吐了，你还要再吵她，说她做的不对，人家做的不对，不是也为了陪你高兴吗？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安慰一下，哄一下，陪她回去，不就哄好了吗？她的每一个情谊，你真的都不理解，不能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去改变的话，你不是跟她有矛盾，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会有矛盾。所以你自己多体会体会她。你既然喜欢她汉服的样子，那你多陪陪她。你蹦迪也蹦了，陪她去公园又怎么样了呢？我用一个词，叫做什么呢？意面直线。说实在的话，我也挺希望你们长长久久。但是呢，任何一个意面直线，他们所有的爱好，他们所有的性格，他们所有的期望，都是交叉的，真的很累，对吧？娱乐走不在一起，吃饭吃不在一起，思路三观走不在一起。你工作了，他自己还在那自得其乐呢。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是彼此独立，好像永远分离，却又一生相依，而不是你们这样的根本不同的方向相互去撕扯。我觉得你们要不然就拼命的变成对方的那个样子，要不然就彼此寻找自己的方向。谢谢李总。我想问一下男生啊，当初第一次看到穿汉服的他，你心里什么感觉？除了觉得她很仙儿以外，还有呢？我觉得她应该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很纯真。你为什么觉得自己需要去找一个你认为纯真的女孩做女朋友？因为我是个比较愣的、比较直的男孩子，我觉得像那种跟我一样喝酒蹦迪的女孩子，我觉得不适合跟那种在一起。我就想找一个跟我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就大家互补。你找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现在什么感觉？心里想着是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找到之后突然这个落差可能有点大，一时还没接受。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我觉得大家互不打扰，我就这么认为的。想想你自己刚才说的话啊，你希望找一个本来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可以各玩各的，但是在刚才你们争执的过程当中，你们其实是在求和，你们更希望的是合拍，更希望的是有共同的爱好，更希望的是彼此参与。所以到底哪个是要的真相，自己好好思考。女生这边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形容一下你的爱情观，你觉得什么样的诗句会比较合适？因为我想要的爱情就是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我真的是想找一个就是陪伴我、关心我、呵护我的人。我就想找一个大男孩来保护我，让他跟我把生活过成诗。我刚才听到的全都是对对方的要求。我认为他应该如何如何，我没有听到你作为主人翁，你真正该如何。你刚才说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正能量的人会去计较他人吗？会永远只看别人的缺失，然后不断地索取自己的满足，而看不到别人的付出吗？第二，你说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每天无论在不在玩，但是他至少有一部分的时间他在赚钱，你们的柴米油盐他有付出的。但是你为这个家庭你做了什么？爱情其实是如真如幻的东西，请用你的那个幻的部分，在真实的生活里让你们彼此感觉到心跳，而不是坐在家里一个待业的状态，然后凭空去思想，他受不了的。所以其实我的感觉啊，如果不适合，真的不用强求。我觉得你们有一个那么美好浪漫的一段回忆，我觉得已经很美了，不要再用伤害把它变味儿。谢谢张老师。男生，其实你一点都不懂你的女朋友，你喜欢她的与众不同，喜欢她的仙气和萌，但是你却不接受她的不食人间烟火。你从第一眼看到她，她就是穿着汉服仙气飘飘的女孩，势必和你这样一个很接地气的用双手在奔生活的人截然不同。你为什么不去包容她，欣赏她你最初动心的那一部分呢？女生说我柔柔弱弱，我是很温柔的，但你要知道女性的美德是柔不是弱。你现在真的弱啊，你在这段感情中一点都不占主动权。
生活是可以过成诗，但咱先得有人间烟火气吧，肚子都填不饱，怎么写诗啊？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接接地气。我觉得女孩子有一些意境很好啊，但我们是不是也能回头看看生活？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希望你好好思考，真正把自己柔下来，温和下来，你会发现属于自己的天地。也许那个适合陪在你身边的人真的不是他，你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让你们互相滋养，达到你的意境的人，不是没有的。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吧。男生也一样啊，好好去过日子，找适合自己的那一半。不要再看重人家的与众不同，又嫌弃人家的和你不一样，找吃火锅的去吧。谢谢。谢谢严老师。来，陆琪老师。你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我还会吹箫，我也画画、画扇子，你喜欢我都喜欢，所以我挺能理解。西湖边，阳春3月，阳光洒在湖面上，湖边有很多穿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在那边走，那真是很有仙气。他们相互看到了之后会相互行礼，就跟他刚才上来的时候像我们一样行礼，特别美。你刚才上来的时候给我们行了一个礼，是个长礼。以前女性用屈膝礼，对吧？啊，对。后来变成了长礼，为什么变成长礼？平等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平等？你要求别人对你平等，你有没有对别人平等？阳春白雪很好，你有没有对下里巴人平等？月亮很好，有没有对六便士平等？我觉得你对于你男朋友是不平等，你觉得他不够好，融不进你的圈子，但是你的好和他的好是平等的，我觉得他挺好的，他就是有朝气的，有活力的，有什么错呢？你们为什么不能平等的生活在一个房子底下呢？为什么两种文化是不可以融合和融洽的呢？如果你自己内心都没有这样的平等，那么你又怎么去指责别人对你是不平等的呢？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没有变嘛，他本来就是这个人嘛，对不对？一个人身上是可以接受现代和古代的，只是他有时候跟我缺乏沟通。缺乏沟通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吗？所以好好回想一下你出来的时候那个礼，那个常理，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再用屈膝礼了？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平等。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总结老师们的话，其实就是这意思。如果想好好在一起，要互相理解，认真沟通。如果觉得彼此不合适，不是你要的那个人，就抽刀断水，不是让你水更流，要的是你快刀斩乱麻，就这么点意思。其实相处也1年多了嘛，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说我长得很仙很萌，因为我去过他家里，他给我做过饭，虽然说做的也不好吃，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感觉像找到家的感觉。虽然我挺向往那种仙气飘飘的生活，但是我也想找一个能长长久久跟我一起共度生活难关的一个人。我其实内心就是一个小女孩，特别想找一个人来保护我，来陪我走下去。我觉得你平时的时候对另外一个男生要求真的不要太多了，而且你也可以适当的去接受男生的一些喜好。哎，姑娘，一个男人做一顿饭都不好吃，你还觉得他踏实？你自己不会做饭呀？因为没有哪个男孩子跟我做过饭。你自己会做饭吗？我会做呀，但是他又嫌弃我做的不好吃。对呀，这不就完了吗？第二，记住一点，你是个小女孩，如果你是个小女孩，就别谈恋爱，老是这个心态，你怎么开心的生活呀？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开门。
我觉得我平时该多理解理解你。我只是想对你说一句话，我想要的爱情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你跟我的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我想要的男人是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而你呢，晚上谛听白天网吧。我其实想让你为我就稍稍微微改变一点点，我挺担心你的，你跟我沟通的时候能不能多一点耐心？行，以后每个礼拜周末2天我留1天陪你，然后我1天自己出去玩，可以吧？姑娘，听我一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今天你觉得这个男生天天出去蹦迪怎么地，过几年之后，可能你再回想起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因为他是真正陪在你身边的人。不要看不起他，因为我是真的不想跟他学会平等爱嘛。谢谢两位啊，请问啊。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他在一起1年了，之前他向我保证只对我一个人好，而现在他还是有很多异性朋友，让我心里很难受。我这人性格挺活泼的，结交的朋友很多，我觉得这很正常。可是他总是疑心病很重，我希望他能对我有点信心。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徐26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小吕25岁，来自河北，总经理助理，有请。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你们这是读研还是读博呀？26岁。我是读本科。啊？26岁还读本呢？不是，我是之前读过1年大学，然后想去当兵，然后又当了2年兵，回来之后想再冲刺一个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就导致现在还在读本科。啊，那挺好的，生活经历也比较丰富啊。是你主动追求的人家是吧？我看。其实不算主动追求吧，就是，对，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是13年的时候，我们2个在同一家艺考机构培训啊，然后那个时候只是朋友关系，等于说真正在一起是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2个也都差不多同岁嘛，然后家也都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总是找他聊天啊，就是关心他什么的，后来就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了。哦，今天为什么来啊？今天就是想控诉他，他就是一个大众情人，他就是一个大家暖炉，他就唯独就不暖我。他怎么个大众化？我们听听啊。就是他退伍回来嘛，就是相亲，特别夸张，前后他相了20多次亲。不是相亲没事儿，这没干嘛呀？对，关键是他现在手机里就是有1半以上的就是相亲对象还在联系，这个不夸张吗？留着微信的就是处成朋友了，我觉得很正常的，谁身边没有一些异性朋友？是。我跟那些异性朋友就是真的很纯洁。哦，这人家是纯洁的啊。没有，主持人，他跟他前女友也还在联系呢，就我光知道的就有4个，而且还跟他前女友出去吃饭都背着我，我当时都不知道，后来我看他手机才知道的。我跟我前女友是因为我在大学嘛，我这个年纪不可能跟家里要钱要生活费，我需要经常找一些兼职啊、暑假工、寒假工什么的。我前女友在帮我找这些工作，我发了工资，我觉得我请他们吃顿饭也理所应当的，我觉得是。行。他手机里还有很多就是那种交友软件他就没事闲的就在上面聊各种小妹妹。就上次我有一次看见，就是有个女生就是跟他说，就睡落枕了，就颈椎疼。他这人特贫，他就跟人说，哎呀，那我给你揉揉吧。那我就祖传的手艺。就还有一次，一个女生给他发照片，就那女生长得挺漂亮、挺白的，他就跟人说，你好白呀，你吃什么保养这么好呀？教我呀，能不能来唐山找我玩啊？就说这样一些话，我觉得真的是受不了。这个我没法帮你说了，你解释吧。这个其实，在遇见他之前，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她是我初恋，处了2年。就是之前我就是把整个心全都给她了，但是有点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她突然有一天跟一个认识2、3天的还没有见过面的男的跑了。就是当时
给我打击特别大。然后那段时间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我从150多斤瘦到了108斤，最瘦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也是上大学嘛，学也读不下去了，书也念不动了，天天浑浑噩噩的，然后又开始抽烟喝酒。我这一想，我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我才选择当兵。然后琢磨着2年的时间足够让我忘记这个女孩了吧。然后我没想到的是，我在部队白天训练很累，晚上特别困，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然后我就熬，终于熬到退伍了。就回来之后吧，躺在床上，就脑子里总是在想以前的事儿，以前那些特别快乐的时光，我跟那个女孩的。然后时间久了，我不能闲着，我真的是不能闲着，我就开始下载社交软件。我在上面跟他们聊天，我一旦停下来，我就胡思乱想，所以我就一直聊到了现在，我也改不掉这个毛病。哦，那你还想前女友吗？初恋？想。那你就，但是怎么说呢？比起初恋的话，我更喜欢的是她。不对呀、你更喜欢的她，按你那说法，你那初恋让你从150多瘦到100几，然后每天都是思念。现在有了她，你就应该全身心在她了。就是因为怎么还有那些小姑娘呢？就是因为她的出现，就是之前我那个初恋嘛，把我伤得挺深的，我那个心都碎了。后来我不是又处了4段嘛，然后那4个女的，就是没有人愿意陪我，没有人愿意跟我聊天什么的，不像是处对象的，只有她给我了一种特别温暖、特别温馨的感觉。然后也是他在帮我把这个心一点点捡起来，一点点缝起来啊，所以慢慢的我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爱他。对，那你干嘛还在那软件上面给人揉揉肩膀啊？哎呀，你好白呀！因为我是学生嘛，他工作了，然后我发消息他回不了我嘛。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是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跟那些人暧昧过。现在我基本明白你初恋女友为什么走了。跟一个认识2天都没有见过面的人能走，和你这段关系他得多糟心呐！啊，所以你得反思反思，辍学。是，就差不多了吧？没有，就还没到底呢，是吧？就还有更夸张了呢。啊，她就甚至跟我闺蜜都走得特别近了。她这个人就好像特别会讨好女生啊，就像有一次我闺蜜失恋了嘛。然后她就跑过去给人家微信上就推了好多男生，就一个一个特别详细和细心的跟人介绍，就这个男生怎么好，这个男生怎么适合她。就我就觉得她有的时候对我的事情都不如对我闺蜜的事情上心。主持人，我跟她闺蜜也是朋友，我俩处之前就已经是朋友了啊。我也是在帮她走动她跟她闺蜜之间的关系，而且我跟她闺蜜就是很纯洁的友情，朋友那种感觉。你上次气我那事儿呢？就有一次主持人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就她当着我的面喂我闺蜜吃饭，就她特神奇，她拿着手机就喂完吃了之后就拿手机镜头对着我，就故意看我那个生气的表情，就真的不是我小心眼吧？哪个女生接受得了自己男朋友喂其他女生吃饭呀？我就是跟闹着玩，我没想到他那么不禁闹，把这个事儿也说出来了。纯洁的关系，对吧？很纯洁，这就算探底了吧？对，这就是最底线的东西了。哦，就反反复复说过他很多次，让他把他那些前女友啊删掉，把那些交友软件删掉，他也不删掉。就而且他对我的好，就是让我感觉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他生活中根本就不关心我。就我之前租房子，就在外面一个人租房子，那个时候我们签的不是那个3方合同，是我跟中介签的，然后中介跟房东签的，然后我把钱给了中介，然后中介没有给到房东，然后那个时候房东也是因为利益受损嘛，就是带着人就过来就要清退我，当时就挺夸张的，他带一群人过来就踹门，就把我们就大门给踹开了，踹开之后。他们就冲进来，就把门锁就给换了啊！我就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然后他们就在外面还踹门，就让我滚，就那种，就我一个女生，那我多害怕呀，对不对？我当时我就给打电话，我说不管你现在手头里你有什么事情，你都必须得放下。我觉得我安全都受到问题了，你是不是应该过来陪我？但主持人他没来。不是我干嘛去了？不是我不来，因为当时是在暑假，我暑假当时是打2份工，白天当服务员，然后下了班晚上回来是在酒吧当驻唱，然后我们驻唱是2个人一个班，从8点到凌晨2点。那天我刚唱完歌，我下来看见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回去了，我说宝贝怎么了？然后他把这个事儿跟我说了一遍，然后说了一遍之后，我说那个宝贝，我第一我是确实走不了，因为一个驻唱唱不了这么长时间，老板肯定会骂我。而且我得挣钱挣学费。第二就是，
这个中介这个事儿，你跟中介好好聊一聊，就是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第2天、第3天都行，咱们搬家走，我再给你找一个新的住处。然后我说你去找中介商量商量，他不去找中介，这一条就我跟他说了就没用。然后说了就没用，然后没用之后，那我说他们是不是踹你门在威胁你？那我实在没办法，我给你报警吧。因为我去的话，就算我今天没事我去了，我真的是帮不上什么忙，很可能我会在门口遇到中介，可能这个冲突就会升级了。我觉得我去的话也是多余。就主持人，就他给我的爱，就真的是暖不到心窝子里，就完全都是一些很表面，就动动手机给我发几句安慰的话，你就是总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不在我身边，让我感觉你根本就不爱我。后来那事儿怎么解决的呀？那天晚上房东就没再来，然后过2天我给他收拾行李，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房子。当天就没去呗？没去。你也不担心啊？我不是不担心，我当时酒吧也不放我走。刚才姑娘谈到了，在这段爱情当中，其实你的感受并不好，对吧？日常交流多吗？就其实我之前还是跟他日常交流比较多的，我之前是做那个少儿口才培训的，闲的时间比较多，然后我就经常会在微信上跟他聊天什么的。就是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是一个挺需要陪伴的人，就这句话我到现在一直记在心里。但是换了工作之后吧，就时间比较忙了，我就没有时间去陪他聊微信了。他就反过来去指责我，就说我没有时间陪他了。我没有指责你，没有说你没时间陪我。主持人，就是你感觉这一个女孩才25、26岁，然后天天陪着他们那个领导出去应酬，你觉得我能放心吗？男女之间有那么纯洁的友情，当然会有纯洁的上下级关系了，咱得放心呐，对不对？我不是不放心他们的老板，我不放心的是跟他们一起应酬喝酒的其他的男人。你不要把男人想得那么坏，我们只是因为寂寞，所以我们给小姑娘发，我们给你揉肩膀，我们只是因为寂寞，我们说你白，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很纯洁的，你想多了啊！我不想让他从事这个工作，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他等等，你是想让他换工作是吧？对，我想让他换工作。就是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俩还挺开心的。自从他换了这工作之后吧，我感觉我跟他的距离突然就变得特别远了，心远了是吧？不是主持人，我觉得他不懂我。你们俩现在是不是经常争吵啊？太多了，也不懂你。现在一直在闹分手。闹分手啊！其实也不懂你，又在突你的底线什么的，分了不就得了吗？我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之前下过好几次决心想跟他分开，但是就每次他只要是一跟我示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就还是想跟他好，就因为这个样子，就反反复复就挣扎很多次，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还是挺重感情的人。我想拒绝，但是我却害怕失去，是吧？对。我主要是不喜欢他从事这种工作很繁忙而且接触异性太多的工作。对，他也不喜欢你跟前任啊、前女友啊和那些相亲对象，包括你用社交软件去聊的那些非常纯洁友谊的朋友，你愿意改吗？我可以退一步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社交软件全部删干净但是说，因为我的圈子就是10成里边有7、8成都是女生，你如果让我删掉这微信里边的前女友啊、相亲对象啊，包括其他的异性朋友我可能做不到，因为毕竟那是我的圈子，那是我的人脉，我的朋友们。听明白了，社交软件可以删，这是你做的让步是吧？对。但主持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反反复复说过很多次让他删掉那些异性朋友。不是，那不是您舍不得吗？那但是这还是我的底线呀，我还是会生气呀。那你走啊。那我不是心软吗？对呀，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挺有毛病的。我就有的时候总想去挑战自己，就有的时候微博上看过一句话，就说如果一个浪子能够为你回头，那可能他一辈子以后就眼里只有你一个人。就我就好像总想去征服这段感情，但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力所不能及。所以我听明白了，男生说我的圈子就是这样，我真的不花，对吧？对，我确实是不花。你看，女生就说对不起，我不放心。我不相信，也不是说不信任他吧，就我感觉有的时候就真的有点神经质了，我就自己都不想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就他可能对手机笑一下，我都想过去跟他吵一架，我就恨不得有的时候把他手机给摔了，都已经变到这种不可理喻的程度了。但我就不想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就所以才跟他沟通嘛。我也是为你做出改变了吧？就主持人前段时间我拉着他去理发店，我把头发推光了。
拍了一个自拍照发了个朋友圈。干啥？跟他表一个决心，就是告诉他我从头开始重新再来。然后他结果还是这样，还是对我不放心。就主持人，你不觉得他做这些事情都是特别表面的一些东西吗？他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我俩之间的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你就不能把你那些异性都删了吗？你就为什么非要做一些表面的事情？就完全是一场作秀式的恋爱。都作秀式恋爱，您不是还陪着玩呢吗？今天人来说我要接着玩，怎么个玩法？还是说我不想玩了呀？我对他还有最后一丝希望。说白了就是他有这么多的毛病，但是这个人我还舍不得，是还是不是嘛？是。那就老师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你说你爱他对吧？我确实爱他。然后你说，你的那些异性朋友，你都不会给他们发生任何的关系。我也是这么做的，没有任何暧昧。所以你说的话是真的。对。你爸妈做什么的？啊？爸妈做什么的？我爸是搞设备的。哦，妈妈呢？我妈妈就是库房的那个库管。那你的祖传的按摩绝技，跟谁学的？就是老师，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是贫。我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扯。可真了，那你贫一个实诚的女生干嘛呢？你真的是爱她吗？你为了你的前女友，你自己痛到什么程度？整夜睡不着，我都能感觉到那种痛。而你对你现在这个女友呢，你还说你爱她，我觉得连1/1000都没有。你有哪怕关心一点点她，你因为你的前女友，照你说的可以去玩各种的软件来舒缓自己，那你为了现女友的爱，如果你真有爱，你为什么不能删掉所有的软件，然后呢拒绝所有的女生？你更夸张了。你说我是有底线的呀，你突破了我的底线了，我的天呀，他一辈子会突破你10000次的底线，你懂吗？因为无所谓啊，反正你都会跟着他呀。你自己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自己都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还没看出来，在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中你是什么？都按摩了，都祖传了，都白了，这也就算了，当着你的面还喂饭了，还要怎么样的底线？这些都算了，在你一辈子最恐惧的极致的一次，他唱个歌他都不来。他明明已经下来了，你打个车回去把他接过去要多久？你跟酒吧老板说一说，他老板能不理解你吗？老板说不定还给你配个保安一起跑过去呢。你跟你同场的那个人说一说，3个小时算什么？川哥一天说8个小时呢，唱3个小时怎么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丢掉工作，怎么了？你现在不还是没工作吗？你都不肯去，你还想什么呢？还要陷多深？还要陷多久？你自己定。我在这2个人身上啊，我看到了人生当中几大非常悲哀的事儿。我以为我爱你，但可能最后会发现，我爱上的只是爱你的那份感觉和收不回来的那份不甘心。付出太多，覆水难收，得不到回报，不甘愿离开。我失去过我的真爱，却没有真正的吃一堑长一智。我根本没学会什么叫捍卫自己的爱情，什么叫争取，什么叫呵护，什么叫陪伴。我经历过跟他曾经类似的一段事情，在自己最艰难、最恐惧、最无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彪悍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拿着武器站到我们身边为我们去搏斗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心里的那个人，他出现了，他在那儿了，他看着你，他安心。你知道那份心里的那种笃定和温暖，你知道那个东西价值连城，但是你却选择了什么？我可能会失掉我的工作，我可能会让我的老板不高兴，我给你报警吧。选择了捍卫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但是你却没有想过他的孤苦无依。这一点我为你感到悲哀，你真的没有长一智。他说他需要陪伴，他空虚，对吧？但是我看到了什么？因为他需要陪伴，满足他内心的空虚，而你为了满足他的空虚，你的陪伴却让你越来越空虚。对，我真的第一次，我愿意主动地说，请你离开他，让他通过没有了你的陪伴，
然后让他体味那个难受的空虚，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做个爷们儿。真的，我是替你着急，因为人活这一世，遇到一个无论什么样子都愿意去填补你空虚的女人，而你还在外面乱来，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原谅。如果你在失去那样幸福的关系，而现在你面对他，你还不懂得珍惜，我只能说他不够爱你，请你慎重地做出考虑。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好，谢谢张老师。浪子回头的故事总是。爱是真爱，我相信是有真爱的。花心也是真花心。你啊，就一直在做概念的转移，说我没有做出格的事情，就能证明你不花心吗？你需要女朋友之外的人不断的陪你来聊天，陪你来度过闲暇，这已经是花心了。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来定义概念的，而是由你女朋友来定义概念的。她认为你花心了，其实你就是花心了。不是老师，其实我这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我给自己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不清晰啊？你怎么清晰了？你有你自己的一条线，但是你这条线不是你女朋友的那条线，她那条线和你那条线差距很大。其实你很厉害嘛，她谈4段恋爱，最长一段3个月，你1年多，你挑战自己成功了嘛？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你告诉我，赢了有什么意义呢？她就不花心了吗？好好看到自己手上这个爱情，好好了解自己爱上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一段孤独的时间。你不仅需要孤独，还得学会享受孤独。因为只有这个孤独，才让你沉下来思考出很多问题。你就是没有这种思考的时间，用空虚填补空虚嘛，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是不是这个道理？同样的道理，学习享受孤独，也是一个女性成长的过程。沉下来想一想，真心的面对对方，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确实做的不够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出现过。我对这些东西向你道歉，对不起。其实我还是挺享受咱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间，那段时间无忧无虑，每天很快乐很开心。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上面说该到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儿，咱们就踏踏实实做什么事儿。咱们既然选择了恋爱，我觉得咱们就将这段恋爱继续维持下去。至于结婚是以后的事儿，咱们不要往太长远的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先爱己，再爱人，先立业，再成家。谢谢两位啊，来，请回，请回。本节目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嘛，请开门。有网友向我们提问说，谈了3年的男朋友总是吵架，那最近吵架呢？他说定一个1年之约，1年之内是朋友。他说特别期待明年时间到的那个时候。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是感情淡了，还是他想跟我分手？我想呀，他就是委婉的，不想伤害你的，跟你提出分手，但是他还想把你当做他的备胎，所以你要注意喽。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